不好了，阿平出大事了！今天早上卖菜辛苦賺來的錢，竟然被他那可惡至極的前夫給搶走了。整日游手好閒就知道喝酒的前夫，如今更是變本加厲，專門盯着阿平欺负，心眼真是壞得无可救藥。今天早上醒來的阿平就開始謀劃着如何賺錢了。辛苦了好幾天，終於把新房子搭建完成了，他也終於可以騰出手做點其他事了。本來打算把房子四周的牆壁安裝一下，可一想到自己手裡兜裡沒有一分錢，因為上次好不容易攢下的錢被前夫給偷走了，而且自己已經懷孕了好幾個月，還沒有時間没有錢跟孩子做一些產檢。於是阿平便打算去山裡找些東西拿去市場賣。阿平來到了經常採集蔬菜的後山，他看到了一些長勢非常好的野菜，這些野菜長着嫩嫩的綠芽，如果這個時候摘取去買，阿平肯定能收穫不少錢。說幹就幹，阿平便一顆顆的精挑細選起來。經過阿平不停的努力，終於摘了滿滿一箩筐。儘管阿平還不滿足這一大箩筐，可這籃子已經裝不下了。為了讓這些蔬菜賣相好看，阿平還特意的把這些野菜捆紮了起來，又把根部都給去掉了，然後便帶着野菜滿心歡喜的去往集市。阿平這裡到集市的路非常遠，走了好大一會兒才來到鎮上的一家超市。阿平禮貌地走上前，微笑地跟店裡的老板打招呼，並說明自己想要在門口擺地攤賣蔬菜的想法。老板娘也是個好心人，沒有為難阿平，同意了阿平的請求。阿平很感激，為了表示感謝，又從老板娘那裡買了一些編織袋，還有一些裝野菜的塑料袋。準備停當之後，把編織袋鋪在地上，然後把這些野菜全部放在編織袋上。阿平帶着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坐在一旁靜靜等待，希望阿平今天採摘的野菜能大賣。可能是阿平來得太早了，阿平等了好長時間也沒有見有顧客光顧。就在阿平心情有些失落的時候，突然來了一位很給力的大哥。大哥表示自己非常喜歡吃這些野菜，他打算把阿平的這些野菜全部收走。阿平也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然這麼順利，連忙手腳麻利地為這個大哥打包野菜。原來這個大哥是一位開飯店的，本來打算去集市買些蔬菜，可看到阿平的這些野菜賣相實在不錯，而且店裡的多次有人要求吃這些野菜，他沒有猶豫，便全部把阿平的菜收了。阿平拿到賣蔬菜的錢後，心情很高興。這一刻，阿平感覺自己的全部努力都沒有白費。雖然賣出的這些野菜賺的錢並不多，可對現在的阿平來說，簡直如同救命稻草一般珍貴。有了錢之後，阿平便決定買一些生活用品。他來到商店以後，挑選了一圈，最後先決定買一些今天晚上能吃的食物。阿平非常節約，只買了一些雞蛋和幾包方便面。雖然不是很有營養，但晚飯卻勉強能應付一下。帶着滿心的歡喜，阿平便準備返還居住地。而在阿平返還居住地的途中，此時畫面一轉，只見前夫跟一個狐朋狗友2個人在喝酒。這時的2人已經喝得爛醉如泥，在前夫喝完最後一杯後，便晃晃悠悠地跑了出去。好巧不巧，阿平這時候剛好也走過來，2個人竟然在這個時候碰在了一起。前夫看阿平就像發現了獵物一樣，急忙打算動手向阿平要錢，讓阿平把錢全部交出來，自己要花錢買酒。說罷便上前去搶阿平的錢。看着这個滿身散發酒氣的男人，心中充滿了恐懼。可懷孕的女人怎麼是男人的對手？前夫不大一會兒就搶來了阿平所有的錢，可阿平怎能願意把自己辛苦賺來的錢拱手相讓？他還想上前爭取一下，沒想到可惡的前夫卻突然撿起地上的棍子，朝着阿平打了過來。阿平擔心被這個沒心沒肺的人傷害，便放棄了拿回自己錢的想法，跑開了。阿平蹲在地上無奈地哭泣，前夫真是一個喪心病狂的人，妻子被他趕出來了，可肚中的孩子也是他的，不敢想象他是如何做到這麼狠心的。希望阿平能趕緊拿起法律的武器，捍衛自己的安全。心情平復了之後，慢悠悠地回到了庇護所。由於今天買了一些方便面和雞蛋，準備簡單的煮一些方便面來吃，在庇護所旁邊生起了火。
接了點山泉水後，便把鍋放在火上開始燒水了。阿平目前的生活充滿了困難和挑戰，但我們相信阿平一定不會被命運所擊倒。為了孩子，他一定能走出這片黑暗。讓我們持續關愛阿平，一起為他加油打氣。